醉酒的女人刚下出租车，便立马于胡同哇哇直吐，却不想下一秒一把铁锤出现在身后。只见凶手二话不说上前将其锤死，随后拖行至废弃的照相馆，紧接着开始摆放尸体的姿势，然后将一根石块夹于死者的手中固定，以此等待尸体形成尸浆，最后指向地板上特意留下的铅笔。不仅仅如此，凶手还要脱下女人的樱桃头饰，作为此次作案的战利品。而当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，尸体在光的映照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晕，仿佛是一幅优美的油画作品。凶手似乎刻意摆放这个窗口，借此表达一种极为变态的艺术感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警方又在家具城发现一具女尸，死者不仅全身赤裸死在浴缸，而且凶手将其摆出极其诡异的姿势，甚至在现场发现一毛一样的 HB 铅笔。通过警方的多方调查，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姚乐，因为他不仅认识2名死者，而且都曾经苦追他们无果。刑警老魏从同事的口中得知，姚乐正住在5星招待所，可是就在警方赶到他的住处时，姚乐却根本不在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老魏从朋友的手中拿到他的照片，就在他准备离开招待所时，老板娘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，更令他断定姚乐就是凶手。原来老板娘有次打扫房间时，她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，亮闪闪的裙子，亮闪闪的丝袜，这么高的高跟鞋，那个头上呀插着5颜6色的辫子，你说她是不是个神经病？至此，也就是说，案发之后姚乐离奇失踪。更加奇怪的是，警方调查发现根本没有姚乐这个人，于是老魏立即让徒弟小陆前往派出所调查外来人口的登记信息。果不其然，姚乐原名姚丰收。警方通过走访他的老家，原来这孙子不仅2年没回家，甚至也没给父母打过电话，那也就意味着姚乐并没有潜逃回家。而从民警神眼老刘的口中得知，案发的第2天，姚乐并不是上火车，而是在出站口刚刚下车。就在案情陷入僵局时，老魏陪同儿子吃汉堡时，竟意外地看见嫌疑人姚乐就在楼下。只见姚乐鬼鬼祟祟于街上徘徊，随后看上一辆自行车，紧接着打算偷走离开。而老魏的一声叫唤，姚乐立马骑上撒腿就跑，老魏紧随其后追赶，2人于大街小巷一番追逐，最终老魏将其拎回警局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姚乐表示只是偷个破自行车，警察至于犯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吗？与此同时，老魏通过翻找姚乐的包包，不仅从中发现与现场一样的 HB 铅笔，而且笔记本上夹着一张死者的照片，甚至案发当天连夜出逃的火车票，以及第2天回来的车票。至此也就是说，姚乐不仅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，以及案发后的出逃时间。老魏断定这是典型的情杀。然而面对警方的杀人指控，一脸懵逼的姚乐一脸懵逼。就在得知柳梦已死的消息，姚乐的脸上只有惊讶没有惊慌。据他所知，柳梦刚傍上党星，又怎么可能突然死亡？随后于墙角痛哭流涕。而小陆根据姚乐所做的歌词，并不认为他是凶手，于是单独找到姚乐单聊。原来他之所以案发当晚离开，只是因为得知喜欢的人傍上大马，从而前往北京追随自己的音乐梦想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警方又接到一起尸体雕塑案。令众人目瞪口呆的是，目前的姚乐正关在警局，死者不仅同样是女性受害人，而且将其摆出极其诡异的姿势。只见被害人的双手被绳子绑住，环抱着房梁中间的木桩，并且一只脚悬挂于吊绳挂着。更令警方目瞪口呆的是，凶手特意留下的 HB 铅笔以及摆放的位置和方式，显然这是对警方的挑衅示威。刑警老魏仅只是瞟了一眼，便发现案发现场的异常。只见他先是俯下身体，紧接着上前趁热闻一口尸臭味，随后立马带上徒弟小陆出发调查。你去电机厂，我去电扇厂，去喷漆车间问，他手上这个不是血，是油漆。然而不仅如此，更过分的是，这已经是本月的第3起连环凶杀案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起案件不仅历经波折，而且凶手更是令警方大跌眼镜。通过警方的走访调查，以及结合受害者脸上的黑痣，确认死者正是喷漆车间的员工杜梅。更加要命的是，死者杜梅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，不仅十分懂事，而且从来不闹，目前正在上幼儿园托儿所。然而当小陆赶到学校时，老师却说妈妈昨晚10点接走，今天并没有送到学校上学。于是警方又马不停蹄来到家里，虽说师徒2人屋内找了一圈，但是均没有发现孩子的身影。孩子会不会在现场附近？果不其然，经过警方不懈的寻找，最终小陆在案发现场附近屋内的一个木柜内发现孩子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孩子只是陷入了昏迷，而脚上全都是泥土，并没有穿鞋。顾不上的小陆立即将他送到医院。就在案情陷入僵局时，朝阳大妈提供的一条线索令案件迎来重大的突破进展。原来就在前2天的晚上，的确有名男人咣咣敲门找过杜梅，也许是喝多了嘴里不三不四，从他穿着厂里的工装来看，那么应该是电机厂的员工。于是师徒2人立即前往厂里调查。根据电机厂大姐的透露，马成群就是厂里的老流氓，但凡是年轻一点的姑娘，他都要上前调戏调戏。杜梅刚进厂就被他盯上，并且成天在车间转着骚扰。不仅如此，警方从经理的口中了解到，马成群就是一个害群之马，不仅3、4天没上班也没个缓，而且流氓一身滚刀肉，甚至提2个汽油瓶子，竟然到领导家门口蹲着抽烟。就在此时，一名女工出现，欲言又止，小陆立马紧随其后找他单聊。原来他和杜梅上周5下了夜班后，马成群不仅拦下了2人，而且更是送了杜梅一个胸罩，甚至对其动手动脚，惹得杜梅破口大骂的同时，拿起漆壶喷了他一脸的红漆。恼羞成怒的马成群临走时，誓言迟早要弄死杜梅。而警方通过翻阅他的档案发现，这孙子竟然曾经被拘留过7次。老魏仅只是瞟了一眼，一看便断定他不是什么好鸟。可是就在警方赶到马成群家时，却不想这孙子搬了3桶汽油，正于楼顶闹着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原来房屋拆迁没达到他的诉求，以他家的情况最多2套，但是马成群却要4套房产，因此才采取此种极端的方式。只见老魏先是拿上喇叭呼吁群众离开，随后叮嘱警局的同事与楼顶的马成群聊天，最好能把他聊晕。紧接着带上小陆绕到后院，你就不敢点？这个有多屌！
而此时此刻的师徒两人已经破窗进入马成群的家里，随后一层层的爬上3楼。期间马成群于楼顶撒了一泡尿，瞬间令底下的2人紧张起来，还以为是他放汽油了呢。就在老魏上到楼顶时，却不想脚下踩踏的声音被发现。只见马成群立即拿起汽油威胁老魏，吓唬他说点着了。不料马成群吓得赶紧丢掉汽油的同时，脚下踩到绳子绊倒，摔在木板上。可是木板根本经不起他的重量。2人立马下去查看是否还活着，幸好他只是摔成了重伤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马成群一口咬定没有杀人，并且声称案发当晚根本没出门，而是在家盖了1夜的房子。这个口供不仅得到父母的肯定证实，而且小路重回他家查看发现，根据墙上灰泥的颜色和湿度，案发当晚马成群整整砌了3000块砖，这个工作量完全足够消耗1个晚上。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撒谎。警方遇上第3起尸体雕塑案，只见死者同样被摆出十分奇怪的姿势。与前2起案件不同的是，首先凶手案发现场留下的 HB 铅笔，然而这次出现的却是2B 铅笔。其次被害人陶玉芬已婚，可是之前的2名受害人都是单身。最后经过法医的初步尸检，虽说3起案件凶手的杀人手法一致，也就是说都是先打晕后勒紧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同样是钝器击打后脑，这个打得重。柳梦和杜梅应该是包了布的凶器，目的是打晕。这个下手狠。显然陶玉芬头上的伤口很深，因此现场应该留有大量的喷溅血迹。可是案发现场不仅没有血迹，而且也没有发现凶器和疑似作案工具，那也就意味着弃尸地点不是第一现场。与此同时，既然被害人有配偶丈夫，于是刑警队长老魏带上徒弟小路，立马上门走访了解情况。显然丈夫池勇并不知晓妻子已经遇害。对于昨晚他没有回家并不意外，因为白天他曾说要去找一个姐妹，晚上兴许是住在闺蜜家里。就在得知妻子的死讯，池勇的脸上只有惊讶没有惊慌，随后似乎难以接受，哇哇直哭。于是警方将其带回警局协助调查，却不想一番询问过后，老魏便发现问题。老魏怀疑池勇就是连环杀人凶手，然而徒弟小路并不认同，更是断定他不可能是3起案件的凶手，因为没有哪个连环杀人犯先是杀害2个陌生人之后，然后再对自己身边的人下手。另外，关于案发现场铅笔的细节，警方从来都没有对外公布。如果不是同一名凶手，而是模仿犯，那么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细节？除此之外，虽说现场摆放的是2B 铅笔，但是此前2起却是 HB 铅笔。听到这话的老魏彻底炸毛。什么这币那币都是铅笔？谁告诉你凶手只用 HB 铅笔的 ？HB 比2B 高贵。打开抽屉一看，今天 HB 用完了。就不杀人了。就在案情陷入僵局时，警方从死者的闺蜜处了解到一条线索，令案件迎来重大的突破进展。原来就在得知陶玉芬出事的消息，闺蜜一口咬定就是池勇这孙子干的。因为陶玉芬是第一批搬走的拆迁户，而房子正是她过世的爸妈留给她的，所以新房的房产就在她的名下。夫妻2人因为这事没少干架，也就是说池勇有着杀人动机。为了确认他是否有作案时间，于是师徒2人立马前往池勇工作的游乐场调查。根据管理处和女同事的透露，案发当晚池勇的确请假半个小时，虽说这个时间符合陶玉芬的死亡时间。假设第一现场是在抛尸地点附近的平房区，从这赶过去杀人抛尸再回来，时间上恐怕来不及。再说了，他只有一辆自行车。为此，小路特地骑上自行车，往返于抛尸地点和游乐场之间。经过老魏的时间计算，整个过程花费绝不止半个小时。就在此时，小路脚踩电门，茅塞顿开，提出另外一种可能：那么会不会是池勇先杀害陶玉芬，然后把尸体藏在了某个地点，最后请假半个小时再去处理？那也就意味着第一现场应该就在游乐场附近。师徒2人随即分头寻找藏尸地点，果不其然，最终在一处废弃的鬼屋，小路不仅在地下发现一滩血迹，而且旁边都是喷溅型的血迹，甚至附近找到一件带血的女人外套以及作案的工具铁锤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虽说池勇承认杀了陶玉芬，杀人原因正是因为房产和夫妻不和，因此动了杀心，早有预谋。但是死活不认此前2起案件模仿作案就是想赖到连续杀人魔头上。原本打算今天晚上去打扫现场，却不想警方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池勇为什么要在案发现场摆放铅笔？因为警方从未对外公布过这一细节。池勇声称自己是在街上听说的，从他的肢体语言可以看出，小路一眼便断定是在撒谎。你说柳梦和杜梅不是你杀的，但是你却知道铅笔的事情，那么只剩下一个推论，告诉你铅笔这个细节的人就是老魏为了施加池勇，一口咬定3起案子就是一个凶手，就算是他不说也会接着找证据，最终全力以赴将其办成一件铁案。